哎，嗨，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叫辛博。我32岁了。32岁是同龄人结婚的高发期。第一波结婚的已经开始陆续2婚了，甚至还有3婚。结婚证又复发了。经常在微信上收到婚礼请柬，那种电子请柬收到过吧？作为一个被邀请的人，我只关心什么时间在哪儿办。但想了解到这些信息，我必须得先看一组新人大片儿，没法跳过，咱们就得被他们的爱强制爱。翻了半天，7月2号在秦皇岛阿那亚拍的这组婚纱照。我说你真行，去得起阿那亚，去不起图片水印。那照片怎么说呢？真好看，真甜蜜，但有的时候也真不像啊。我生活里也不长这样，我都眯着眼睛往后滑，滑到最后还是一个植入的广告按钮，叫“我也要制作”。谁会看完别人的婚礼请柬就说：“哎，我也做一个。”我做啥？我作茧自缚啊！我觉得这种人生大事儿它不能太商业，那是不是墓碑上也可以刻“我也要一杯”？第2杯半价，收藏打卡，升杯。要免广告得做请柬的人办会员，我研究了一下啊，婚礼请柬的会员分2种，一种叫包年会员，一种叫终身会员。婚礼请柬的终身会员就没盼咱们好，活到老结到老，倒是适合那些结婚证高发人群。还能发弹幕，我不喜欢婚礼请柬里边的弹幕过于和谐。咋就没人发？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不好看吗？他们不离婚，真的很难收场。接。电子请柬最让我讨厌的是它能转发，收到过我前任的，他没给我发，但大家应该都有那种共同见友，谁能不好奇点点？我也转发，发给我爸，用他的手机发弹幕。只有我一个人觉得新郎不好看吗？快乐持续到见友给我转了一张截图，我才知道这玩意儿后台有个功能叫谁看过我。图中显示辛博第15次查看了你的作品。我就是他婚礼请柬的榜1大哥。还有转发记录。辛博爸爸。通过辛博的转发查看了你的作品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改的微信名，可能是知道了我要上节目。以前他叫不慕虚荣。我说爸，你应该改叫慕容复。相比于之前的邀请方式，我觉得电子请柬是不是有点过于方便了？就导致那些不该给我发的人也给我发，
平时都不熟，完全不联系，吧唧一个请柬给你发过来。前几天收到一个算是同学，一起在驾校学的车，一个请柬加条语音，老同学想你了。我能收到微信里每一个人呢能产生对话框的都能收到，应该也包括文件传输助手。拉黑他不过瘾，我也要制作，我也给他发，给他冲冲喜。老同学，我在婚礼也很想你。但如果都这么方便了，还没给我发的，那就是不拿我当朋友了。凭什么？对吧？大学室友，我也想不明白为啥有些人就是走着走着就走了。我可以不来，但你不能不邀请我，非常内耗。点他，朋友圈分享一个文章：大学室友，你一辈子最宝贵的财富，仅对他可见。分享一首歌《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》，我亲口唱的。我怕他没有会员，没有反应。随着婚期临近，我愈发的心烦意乱。小某叔说这是婚前焦虑的表现，要我积极备婚，有问题直接跟我的新郎沟通。我鼓足勇气去跟他说为什么不请我，他说发群里了，你没看见吗？我说什么群？他就撤回了。我看见了，跟我说我结婚来聚聚呗，我也不知道咋回，还是输入法比较了解我。刚打出了祝你，就联想出了早日康复。但回想，就算他第一个就邀请我，又如何呢？我也得在心里边先量化我们的感情，还值多少钱，减去差旅成本。如果是正数，那就是礼金；如果是负数，那就是来不了。他的大喜之日就是我的出差之时。我说不好意思，领导派我去一趟巴塔哥尼亚。婚礼邀请好像对双方都是一件很难直接表达真实意愿的事儿。我想好了，以后我做请柬我就不放时间地点，这样能让大家多看几遍我的新人大片儿。哎，是我划过去了吗？最重要的，它也是筛选，因为真正想来的人会问我，不想来的人我也不想追问，因为我有访客记录。我需要终身会员。谁看过我还没问我的，那我肯定得记他一辈子。谢谢大家，我叫辛博。辛博，感觉都是我的托儿啊。来了啊！大家好，我叫辛博。小时候我就在农村生活，你说农村的医疗条件不是特别好，我爸妈就属于那种小病自己看，大病互相看。新型家庭合作医疗。从小我身体不是特别好，经常吃药，但就没吃过那种 OTC 的。我爸指着 OTC 的标志给我讲过，儿子你记着啊，这个牌子的药啊，没劲儿。就是我能得什么病，主要取决于他们听说过什么病。在我理解，这就是听诊。小学的时候发现我后腰有块骨头特别明显，我爸给我的诊断是腰椎间盘突出。科普一下，这个病的发病期是19岁到50岁之间，那年我7岁。每天都给我按。朝我的突出部猛攻。有朋友问你爸就这么胡来，你妈也不管。我爸负责按，我妈负责按着我。
我甚至在想，小的时候走丢了，警察问我爸：“哎，你儿子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体貌特征吗？”要不说你们当不了我爸。我爸都得说腰上有我的指纹，能解锁我儿子。后来11、12岁，我就开始长喉结。有点害怕，这能按死我吧？天天夹着嗓子说话，转移了，颈椎间盘也突出了。还有一次就是高中打篮球，被队友踩在了我的脚趾上，淤血一直不好，我妈的诊断是灰指甲。当时我爸已经外出打工了，但是通过电话的方式远程参与了我的会诊。2位专家的意见高度一致，确诊真菌感染，就开始了我长达18年的漫漫指甲路。听说那个5%盐酸阿莫罗芬有效果，吃了半个月让我停掉了。说儿子，我发现这个好像是个外用药。怪不得口腔都不溃疡了呢。我们东北有个菜叫小鸡儿炖蘑菇，我们家经常做。鸡肉可以不吃，那个鸡爪子得留给我。那个指甲我最好吞掉，说是吃啥补啥，以形补形，但不让我吃蘑菇，说那都是真菌。按照这个说法，我特别心疼云南人民。那就是全球灰指甲发病率的高地。我只听说过见手青，不知道有没有见脚灰。昆明就是满城尽带灰指甲。这么多年，我心里一直有疑问，就我虽然得了灰指甲，但我始终都没有传染俩。我妈给我的解释是，起码咱们控制住了。直到去年去捏脚，技师大哥看了一眼我的脚趾，说：“老弟啊，你这是湿疹，你回去买一管莫匹罗星。”我买了一管姜信姜仪，因为上面写着 OTC。这能有劲儿吗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抹了半个月就好了，我感觉我的指甲都想给我托梦。18年了。当然我爸妈也不是意见经常一致，北方冬天经常流感肆虐，本来一家人整整齐齐吃着晚饭，我好死不死打了个喷嚏。你知道在我们家，如果我突然打了个喷嚏，那一定没有人想我，但一定有人想治我。我爸说是甲流，我妈说乙流。2个人争执不下，最终决定为了我2种药我各吃一半。这2个药的核心，一个叫阿比多尔，一个叫奥司他韦，都有一定的副作用。阿比多尔胃胀气，奥司他韦拉肚子。我奉劝各位啊，不要在胃胀气的时候拉肚子。我就像一台装了氮气的跑车。我爸决定送我去医院，因为他发现我的瞳孔开始有点涣散，说我太爷走的时候就这种眼神。医生建议打青霉素，我爸说：“我儿子必须用最好的药，头孢，打上就退烧，不打就高烧，反反复复1个多月，我才肺炎。”拍了片子说我的肺上有阴影。我说怎么不拍拍心里啊？就那么个条件，大多时候就能靠经验、靠直觉。
我受过教育，我现在自己生病就是上网学。啊，我们不看病就是我们家的遗传病，我们家也算是2代行医。不过这几年我爸妈通过短视频这些中老年科研平台，学到了很多新的医学理论，发现对我有诸多误诊。经常喝点酒就会跟我道歉说：“儿子会不会埋怨爸爸？”我说怎么可能呢，对吧？你们含辛茹苦把我养大，以后就是我养你们。爸，你可要保重好身体呀，咱家的好日子都在后边呢。妈，你也是，我帮你按按。原生家庭，在我的理解就是原谅生我的家庭。这可能只是个时间问题，但是在我内心里还是希望我爸妈有朝一日能跟我道歉，跟我说孩子对不起，毕竟爸妈也是第一次当医生。谢谢大家，我是辛博。哎，大家好，我叫辛博。从小就在农村生活，我觉得农村的教育资源不是特别好。我的小学就那么几个民办教师，就是那种农民扮演的教师，乡村 coser。班主任老师姓张，他教我数学也教我插秧。很多掰着手指头能算出来问题，张老师也算不清楚，因为他少根手指，算法上有 bug。9进制。我很笃定，真的，我从小就很笃定，我一定得考上大学，因为我知道只有上了大学，才能结合着我的专业所学，让家里给我买电脑，买一台能玩所有游戏的学习电脑。所有的科目里边，数学最差，高考算是超常发挥，考了76分，按照9进制算是84。也没及格，被调剂到了数学系。我这样的学数学门儿都没有。我说妈，你必须得给我买台电脑，上帝把门给我关死了，你得给我打开一扇 Windows。没复读啊，没复读，因为第一学年成绩的前5%可以转专业。也就是说，学好数学就能不学数学。同学们都在那儿苦笑说，学数学是不学数学的充分不必要条件。听得我都茫然了。我说你们家里都什么条件？6学摸底儿考，我就是倒数第2，倒数第1是我的 homie 威哥。全班就只有我们2个人有共同语言。老师说这道题应该没有同学不会吧？我说不应该。威哥说我不会。选我当班长，说反正你也学不进去。我说为什么不学？威哥他说也不能太蠢。我最想学的专业是计算机，因为小的时候就觉得黑客很酷。大学也自学，去黑客论坛上还拜过师傅，学费60。加了 QQ 给我传了个文件，如何盗号。我一点号就被盗了。以为是教程，结果是教案。这算啥？黑吃黑。还用我的 QQ 跟我的同学们借钱，就威哥借了。你说他蠢吧，二话不说他就帮我；你说他不蠢吧，转账的时候我就在他旁边。那
是一句话也不跟我说。问过老师，我说老师，我们学数学能干啥？老师说能当老师。我后悔了，我应该问校长。其他专业就是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，我们就是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。我发现啊，像我这种普通学校的冷门专业，社会给我们留的大多岗位都是销售类。我们学院的优秀校友墙就是全国房产中介的优秀员工墙，上面的照片基本都一个知识。那个校友群你就看吧，名字开头都有个 AAA， 你得往下滑到100名开外才有一个 B 打头的，比亚迪卖车。毕业季的时候，有那种优秀学长回来招聘，我给他倒了杯水，他说：“老弟，全班我都看了，就你能干销售，数你的眼神最空洞，你根本就学不进去。”我不想干销售，我觉得这么多年书白读了，确实感觉自己有点脱不下去长衫，但我也知道自己里边啥都没穿。学长安慰我说：“那销售和销售不一样，你上过大学的销售比那些没上过的至少大4岁，你就比你同龄人成熟。”当然，还有一个就业方向就是数转码去做编程，有专门的培训机构，3个月包就业，全班都去了，我跟威哥学了6个月，机构要给我俩退款。说是影响了这机构办学以来100%的就业率，我说不行，我只要工作。他说要不你们俩就留下来当老师，教数学。我没留下，在老师的推荐下，当地的矿务局要一个懂数学又懂计算机的人才。我说领导，我还懂点黑客。那个岗位就是坐在矿井口的岗亭里，对着一台电脑屏幕，下去一个矿工，我就在 Excel 上加1，上了一个我就全都懂数学和计算机。同学们好奇说：“你这个样的去矿能干啥？”问得多我就很烦，我说算命。有一次下去7个，上来8个，给我吓坏了。我说这是挖到墓了，对不上账，是不是我得下去？每天除了我矿井口就没有人，整整3个月，我的日子过得就像个小日子。井上一郎。接到了一个改变我人生的垃圾电话，来自广东珠海，问我先生买房吗？我立马反问他：你们招人吗？我学数学的，他说我学物理的。我说城濮求是，他说博学笃行。我们学校的校训。时代也在发展，这几年 AI 成了风口。我也是干了很多年销售，几经辗转在网络安全行业。很多朋友不了解，给大家科普一下，就是帮用户抓黑客。总有一天我能逮住我师傅。在风口上，威哥也飞起来了。他现在是一名自动驾驶算法的工程师。来杭州开会，我开车接他，他跟我说：“你把自动驾驶关喽。”他的能力我最了解。不在我之下，命运他经常跟我开玩笑，但我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。威哥还安慰我说：“没事儿，你这一款我只是参与，我开发那款出口欧洲。”
谢谢大家，我叫辛博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辛博。哎，看着观众都很年轻啊，怎么样，都结婚了吗？没有。挺好。我是喜欢见证幸福，但我不喜欢参加婚礼，尤其那个吃席环节。熟人还行，碰到陌生人就总容易陷入那种尬聊。那个，我是他小学同学，你呢？大学同学，真好。那个，听口音东北的吧？东北哪儿？辽宁。我爸去过吉林。我能说啥？我说怪不得没见过你呢，兄弟。而且我觉得婚礼的主角也不是新郎新娘，就是婚礼的司仪，他主宰一切。全国的婚礼司仪好像都同一个腔调，我就感觉这帮人在同一个地方批发的声带。现场尊敬的各位来宾，欢迎各位前来参加张凯宇先生和李子涵女士的婚礼。听着很温暖，但里边没有一点真情实感。生活里表达感情也这么说话吗？你踩我脚了。正常开始一般都是爱情故事，是吧？新郎新娘相识于大学校园，图书馆隔着书架的惊鸿一瞥，从此人生悄然改变。我坐在台下看着新郎，我的兄弟，我用我的人品担保，他绝对不会去那种地方。我们俩4年的开黑记录就是他的不在场证明。没有他，我不可能知道本科延毕最长只有6年。特别奇怪，就是大学恋爱走到婚姻相识就得在图书馆，让我感觉图书馆就是个灯红酒绿的地方，藏污纳垢，知识改变桃花运。都什么时代了？我觉得大家怎么恋爱走到婚姻都很正常。打游戏认识怎么了？有什么不能讲的？新郎新娘相识于王者峡谷，经历过小学生的谩骂，也是常问候别人的全家。还有5秒，新郎新娘即将闪现登场。掌声欢迎这对双排新人。有请摄影师用 Live Photo 神器 vivo S30记录下这美好的瞬间，快乐你就 vivo Live。我特别受不了司仪的一个点，就是司仪特别喜欢煽情，特别喜欢煽情。中国有一个传统叫做丧事儿喜办，我感觉他们就是想，对，喜事儿丧办，尤其针对新娘。此时此刻，又有一个家庭失去了女儿。这是嫁过去，又不是送进去。新娘回头再看一眼你的爸爸和妈妈，跟养育了你20多年的爸爸妈妈告个别吧。爱情的坟墓是真要埋人呐，我都担心他从包里掏出一个令牌往地下一拽，斩。新娘起早贪黑费多大劲化个大妆，被搞得2道黑线留下来，跟那个某巴克的 logo 似的。如果你的泪点比较高，它会有后招。此时此刻，丫头，还记得儿时父母怀抱的温度吗？去，给他们一个温暖的拥抱。新娘没感动到，给花童吓一跳。如果你的泪点奇高，他就会有绝招，他会看一眼音响老师，并且给音响老师一个信号。音响老师会直接把音乐推向高潮。时间都去哪儿了？
是啊，时间都去哪儿了？此时此刻，丫头勇敢的、大声的哭出来吧！你看新娘跟过了电似的，妈。我觉得人都需要仪式感，对吧？但那些明知故问的问题，把它变成了一种流程。看我们的新郎，帅不帅？能说啥？一般。还有那句，此时此刻，新郎，你最想见到的人是谁？我赌上我的尊严。科比。我都担心他单膝跪地时候喊出的不是宝贝嫁给我，而是湖人总冠军。一直问我，你说哥，我婚礼是定在8号还是24号？我说你就定在8月24号。最傻的就是那句，新娘，你愿意？说实话，这么多年我花了这么多份子钱，我也想看点不一样的。我不愿意，我被逼的。我妈生日有炸弹。你问点实际的，能落地的。无论说结婚之后，新郎天天喝酒、钓鱼，不洗澡就往床上躺，你愿意吗？那新娘肯定得说，别逼我，妈妈，对不起，引爆炸弹。流程最后还会有个小的环节，新郎现在可以正式的亲吻你的新娘了。正式。昨晚单身夜当我面嘣儿吧的。舌头都系成蝴蝶结了。那都不是正式，那都是测试。小 kiss。非得像现在这样叫来双方父母亲朋好友街坊四邻单位领导，各就各位，预备，作。亲一下得了呗，亲一下得了呗。亲吻不停，掌声不停。鼓掌的人不想鼓，接吻的人不想亲，就他自己玩的挺开心。婚礼流程什么时候结束？不是仪式的完成，就是那句开席。台上新郎还在那真情流露，台下大姨已经抖落开了塑料布。新郎说：“你是我的全部。”大姨说：“全部都是我的。”接下来这段有观众找到我说：“辛博对你讲的这种司仪深恶痛绝，你能不能来我的婚礼当司仪？回旋镖扎到自己。”我说可以，我当司仪哭绝对不可能，但也有可能婚也结不成。我当司仪那就一切从简，工作忙，新郎新娘都可以不来，反正也没有人在意，我就只讲一句：你们是真饿了。份子钱随了吗？我就说没人在意吧，我就只讲一句：现场尊敬的各位来宾，此时此刻，开席。我是明年4月份办婚礼，我没找司仪，我准备一人分饰2角。看我们的新郎，还行。新娘多给点零花钱，你愿意吗？各就各位，预备备，我们要亲嘴了。此时此刻，我是辛博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辛博。我发现这2年咱们中国人的素质还是提升了很多，中国人的素质提升了很多，很少有那种随地乱丢垃圾的了，都是丢在共享单车的车筐里。
多好啊！垃圾不落地。每回我都得把那个垃圾从车筐里拎出来，再放旁边车里。这都属于非文化物质遗产，传承它就不能断在我这儿。我不生产垃圾，笑的都是我的工友。我也试过拎着垃圾去找垃圾桶，没走几步，车让人扫了，急得我脑子没反应过来，嘴都张个着来。你偷我车，这垃圾我刚拎出来的，你没看见呢？对方也是一脸懵，垃圾给你呗。这2年已经有点脱敏了，有没有垃圾的车我都能骑。但我还是觉得有垃圾的车会更难骑一些。你不能让那个垃圾颠出来，否则它就算我扔的。最烦过那种减速带，我得一手扶着车把，一手扶着垃圾，我恨不得拖着。我说我在这儿手扶拖垃圾。最怕玻璃瓶，再碰到减速带，我得立马控屏，掉出来玻璃心得碎一地。那天扫了台车，不知道哪个孙子吃剩了半包辣条，我真是想尝尝。麻辣王子，从小我就爱吃。我送你2包。骑到地铁口还车，有个哥们儿迎面向我走来，周围没车了，他跟想接手这台。他也看到了车筐里的垃圾，他就，你知道有的时候人受了委屈会不自觉的自言自语给自己解释，不是我吃的。他冷漠的眼神仿佛就在告诉我，就你扔的。早知道我吃了好了。报复性的想文明一把处理一下车筐里的辣条，但你知道地铁口的垃圾桶总被那个什么电瓶车团团围住。好在电瓶车也有车筐。还有头盔，蹭我一手油，这个倒好处理。车筐里你就找嘛，都有纸巾。我觉得咱们素质还是得继续提，对吧？比如说我们扔的时候，可以按照共享单车的品牌搞一搞垃圾分类。小哈丢干垃圾，小菊丢湿垃圾，小就是垃圾。就他们家弹窗广告最多，稍微一不注意，网贷申请就开始了。我就骑个1块5的单车，申请这10万的网贷，偏要网我。他就从这个 P 点骑到另一个 P 点，这个模式就叫 P2P。包年才130，10万块钱够我包770年，能传到我8辈玄孙那里。2795年，全世界都自动驾驶了，就我孙子骑个共享单车，骑行世家，单车会员到期日加计勿忘告乃翁。感谢吧，感谢你8辈祖宗。小哈就很好，小哈就不弹窗，小哈会在我第一次骑过他们家共享单车之后，就偷偷的帮我把网贷给注册好。哈特暖暖。
车是越来越难骑。那天演完午夜场，出了地铁口就一台小破车，那车贼破，我很犹豫，到后边有哥们推波助澜，他问我：“哎，你骑不骑？你不骑我骑。”我说：“我骑，赌一把。”那台车骑着不如扛着，这个车把歪的，我正着扶车就走斜线，我就理解什么叫歪打正着。那个车座被压到最低，锈死了，提不上来。我一蹬膝盖，指定我下巴壳。为了不顶到，我还左右闪躲。我一个打工族，给我骑成了维吾尔族。上坡我得站起来猛蹬，下坡还行，就是刹车不灵。骑进去我300块钱医药费，还行，网贷额度还剩99700。最垃圾的还得是那个共享电单车。共享电单车那个头盔你戴过一次，才会真正理解什么叫屎盆子扣你脑袋上。那臭到朝闻道夕死，所以不带警察惩罚我，带了老天惩罚我。那个味儿从天灵盖就冲进来了，保护我的脑子，击溃我的心理。这跟从垃圾堆捡个口罩带点有什么区别？我就感觉我的脑袋被流浪汉用腋下夹住了，我头都是馊的，我嗖往前骑着，那风往后吹，只要我骑得够快，风和味儿就追不上我。唯一一个比那个头盔更臭的，就头盔那袋儿。那就是流浪汉的袜子，朝闻道，立马死。但是记住，一定要记啊，一定要记，你要是不记，一拐弯他就甩你嘴里。共享电单车的批点特别少，还车点特别少，骑到客户门口发现最近的批点就我出发那个，原地还车要收我20的调度费，我又骑了回去，钱花了，时间花了，人还留在原地。见客户迟到了，回来领导开车顺我，给我一顿臭骂。唯一一个比那袋儿更臭的就领导的嘴。我说领导，你把安全带系上吧，一拐弯再甩你嘴里。上个班儿，骑破车，戴臭盔，挨臭骂。就为了挣几个臭钱。我觉得在大城市里，我跟共享电单车没啥区别。大城市里没有我的批点，但我想留下来。我不想骑了，我有腿，我要走起来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新波。